上回说到，东海霸主克里克率领小弟们准备对巴拉蒂发起进攻，不料遇上了那个让克里克一辈子都担负着心理阴影的男人——王下七武海之一鹰眼米霍克。索隆出海就是为了挑战鹰眼，一见到鹰眼，索隆就迫不及待的拔刀，结果被鹰眼吊打。鹰眼看索隆是个人才，留了索隆一条命，并特意把克里克留给了路飞，自己则下船悠然离开。鹰眼离开后，克里克的进攻开始了。路飞打发乌索普和索隆去寻找娜美，自己则留下来帮助巴拉蒂餐厅的厨子对付克里克。路飞和哲夫谈成条件，只要自己能把克里克赶走，就不用留在巴拉蒂打杂。哲夫爽快答应，如果留路飞在巴拉蒂干1年，估计整个餐厅都要被他给毁了。双方话不多说，直接开打。为了防止餐厅被破坏，山治让厨师打开餐厅外设的平台机关，给海贼们一个落脚的空间。对付这些小杂兵，路飞根本不费吹灰之力。像克里克这种吃大哥喝大哥，回过头来还要打骂大哥的人渣，路飞一见就来气，扬言要亲自揍飞克里克。巴拉蒂餐厅不仅有隐藏的伸缩平台，还有一个可以单独活动的攻击舰艇。泰迪驾驶舰艇对着克里克的手下一顿炮轰，这克里克也是个人物，居然一只手就把舰艇给丢了出去。此时海贼们已经侵入到了餐厅平台上，厨师们与海贼混战一团。海贼出身的红脚哲夫与这些恶棍厨师有着奇妙的惺惺相惜。当年他创建这个餐厅的时候，就曾贴出招募令，广纳天下坏蛋，无论是海贼还是通缉犯，进了这个门就是一家人。在这里，不管是打架还是做菜，都随心所欲，非常过瘾。因此，厨师们对这家餐厅的爱惜程度，远不是克里克能理解到的。就是舍弃性命，他们也会将巴拉蒂守护到底。就在厨师们略占上风的时候，克雷克手下的一员猛将乌龟壳子男出现了，他身上套满了大大小小的盾牌，自称铜墙铁壁。路飞脱口而出：“看，那有一只王八。”山治表示，王八的料理也很简单，做好了又鲜又美味，简直就是男人的加油站。干掉一群杂兵后，山治与乌龟壳子的对决开始了。乌龟壳子向山治吹牛逼说，自己在过去的61场决斗中全都毫发无损，在战斗中从未流过一滴血，不受伤就是强大的证明。刚吹完牛逼，被克里克击飞的路飞就从天上掉了下来，直接砸中乌龟壳子的面门，乌龟壳子破了防，鼻血窜了出来。乌龟壳子不知道有什么毛病，一见血身上就会燃烧起来，这种技法至今在海贼王中仍然是未解之谜，当然也没人关心他。乌龟壳子引发的火焰迅速蔓延到整个平台上。山治说，炭烤王八这个料理虽然冷门，但是尝试一把也是不错的。山治跳入火焰中，哐哐就是几脚，眼看火势越来越大，克里克瞄准山治的脑袋，将流星锤抡了下来。路飞跳入火焰中，将流星锤给弹了回去，锤子击中旁边沉船的桅杆，桅杆落下来，将乌龟壳子砸晕了过去。这时现场战况发生了意外，一直默默无闻的阿金突然跳出来，一脚踢翻了哲夫，将手枪顶在他的头上。阿金逼着山治弃船，否则自己就让哲夫的脑袋开花。山治一声怒喝，吓得阿金一哆嗦。山治吼道：“有种就把枪对着我，欺负老年人算什么本事？”乌龟壳子跳起来，一拳头将山治放倒。阿金不忍对自己的救命恩人下手，他哆哆嗦嗦地告诉山治，只要放弃船，自己就不会杀人。山治却说道：“这艘船是老头子的宝贝，我从老头子手里夺走了一切，不想让他再失去任何东西了。”时间来到几年前，那时候的山治还是个小屁孩，但他对烹饪情有独钟。在海上餐厅给人做学徒的时候，耳濡目染得知了奥布陆的存在，于是将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。所谓奥布陆，是东海、西海、南海、北海4片海域中所有鱼类栖息的海洋。对厨师来说，那里就是梦幻般的世界，是拥有所有海洋食材的宝地。山治就这样在这座海上餐厅中做学徒，日复一日地等待着奥布陆。这一天，餐厅遭遇海贼袭击，这会儿海贼就是让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厨师海贼团，领头的老大是那个双脚染满敌人鲜血的红脚哲夫。哲夫率领兄弟们抢劫了海上餐厅，山治勇敢地与海贼作战，但他是个小鬼，没人把他当回事儿。山治一边对抗海贼，一边大喊道：“我绝对不能死在这种地方，我还要找到奥布陆。”山治的话惹了周围海贼的一阵哄笑，因为他们都知道奥布陆是个童话，连伟大航路都没有那种地方。只有哲夫静静看着山治，一言不发，陷入沉思。暴风雨越来越大，大浪扑向餐厅，带走了山治。哲夫想也没想，直接跳入海中，在冰冷的海水里搜索着山治。船很快被暴风雨击沉，船体残骸沉入海中，卡住了哲夫的脚。
哲夫为了去救山治，用船锚绞断了右腿，然后把山治捞上了岸。当山治恢复意识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和哲夫被困在了一座孤岛上。与其说孤岛，倒不如说是一颗稍微大一点的岩石。这里既没有动物，也没有果子，光秃秃的只有石头。虽然可以跳入海里捕鱼，不过岩石被海水腐蚀得很厉害，周围的岩石壁特别光滑，一旦跳入海中的话，就爬不上来了。哲夫给山治留了一个小小的袋子，他告诉山治，里面的食物大概可以撑个5天。山治一转头，看到哲夫身边有一个比自己身体要大几倍的袋子。凭什么你的食物那么多？哲夫头也不回地说，我是大人，吃的当然多，我肯把食物给你就已经很好了，少跟我逼逼赖赖。山治与哲夫分别坐在荒岛的两边，盯着海面，等待救援船的到来。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体力浪费，他们彼此之间不会说任何话，也没有任何动作。山治将食物拿出来，细心地分成了20天份。20天的话，一定会有船路过吧？事实证明，山治乐观了。日出日落，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很快1个多月的时间没了，海面上根本没有船的影子。山治啃着手里剩下的最后一块发霉的面包，想起来自己在海上餐厅做学徒的时候，不知节俭的浪费了那么多的食物，山治的眼泪就流下来了。那些客人剩下的食物，不知道可以养活多少人，经历了饥饿才知道粮食的宝贵。2个月过去了，山治一个水灵灵的孩子，活活饿成了80岁的老爷爷，皮包骨头，眼窝深陷，随时都可能昏死过去。这时，山治突然想起来，岛的另一边还坐着一个老头子，那家伙是不是已经死了？山治爬过岩石去偷看，结果看到哲夫依然稳如泰山，坐在悬崖边，都快变成忘川石了。而他身边那个1人多高装着食物的袋子却满满当当，一点不见少。山治太饿了，心中起了歹念，如果把那个老头子杀了，他的食物是不是归我了？于是山治操起一把刀，一步一步接近哲夫。哲夫听到山治的脚步声，头也不回地问道，你在干什么？船来了吗？山治也不装了，直接冲过去，用刀划开袋子。反正吃不到食物也是死，如果那个老头子和自己争抢食物，倒不如拼死搏一把。哲夫一动不动，根本没有回过头看山治。山治划开袋子后呆住了，1人多高的袋子里哪有食物，全是金灿灿的金银珠宝。山治颤颤巍巍地抓起珠宝，这一刻他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但又什么都不明白。为什么都是财宝？哲夫冷冷地说，不是告诉过你，除了有船经过的时候互相通报一声，不然不要有任何接触吗？哼，有钱买不到吃的，这种感觉真是难受。原来哲夫将所有的食物都给了山治，自己硬挺了2个月。中间有一段限制级剧情，动画做了改动，就是哲夫的脚不是在海里断的，而是在这2个月中，他为了活命自己给吃了。山治懵逼了，眼前这个老头子只不过是一个凶神恶煞的海贼，竟然为了救自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这是做梦吗？什么狗血电视剧？山治哭了，他说，你把食物都给了我。哲夫说，是。山治说，没有了那只脚，你就不能做海贼了。哲夫说，是。山治哭着喊道，谁叫你多管闲事？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什么？哲夫说，因为你和我有着一样的梦想，奥布路是存在的，如果有机会就去伟大航路看看吧，奥布路一定就在那里。我不能再做海贼了，所以这个梦想由你传承下去。哲夫说完这些话，用尽了自己最后的力气，他无力地栽倒在地，小声嘀咕道，如果能有一家海上餐厅就好了，如果能活着离开这里，我要把下辈子赌在一家餐厅上。山治哭着说，我一定会来帮忙的，所以求你不要死掉。这一天终于有船来了，在2人濒临崩溃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了生的希望。山治拼尽自己的力气呼喊救命。山治从烈火中站起身来，沉喝一声，老头子用1条腿换我活命，我如果不拿出死的觉悟，怎么去报答老头子？路飞被山治的江湖情谊打动，飞起一脚，一招战斧踹碎了巴拉蒂的餐厅平台。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下一期路飞对战东海霸主克利克。从这一天开始，这个时代将更名为路飞。